This one we have to use to cutting a tree or woods. 在咖啡起源国伊索比亚，咖啡从头开始喝才叫正宗。Then we have to put in the ground to dry. We use like a firewood. 煮咖啡燃料就地取材，就连咖啡罐也是家门前挖土，一揉一捏，纯手工打造。更别说煮搅咖啡豆，得从生豆开始烘才新鲜。豆子倒入盘中，接着加水手动水洗。部落原始生豆处理法几十秒搞定。接着就能放上烤盘，慢慢把豆烘熟。How she roast is like roast or is like deep roast? Probably deep roast. Deep roast. Did you get the snake? 5分钟备烤完成，香气四溢。接着倒入木臼，捣成咖啡粉。整个过程从洗生豆开始到煮成咖啡，历时近半小时。ለቡና ቅጠል አመቻች ስለሆነ ስርዓቱ እንዲህ አድርጎ ቡና ቅጠሉን ስለሚጨምር እኮ ነው ይሄ ጨመርኩ። መጀመሪያ ለአዋቂ ከዚህ ለልጆች።喝咖啡有一定流程要遵守，是起源国特有的讲究，称作 Jabuna Buna 咖啡仪式。Buna 意指咖啡豆，而这一颗颗能令人味觉上瘾的黑豆，更是传说早在西元9世纪就被发现。咖啡起源的故事的话，就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卡尔迪的牧羊人，然后在野外放羊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他有一只羊，就很嗨，然后很呛，然后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呛掉，所以卡尔迪就很好奇，然后去看了查看他的羊只的状况，之后发现他们是因为吃了某种果实之后才开始就是会这么兴奋，这么嗨。他们在拿着果实之后回去，可能就试着把它做成饮料，然后喝下去，发现这有提神跟振奋的功能。伊索比亚境内2/3都是高原，平均海拔2000多公尺，是咖啡栽种宝地。但当时牧羊人想不到，这不经意发现的红色浆果制成黑色液体后，竟从非洲经由阿拉伯半岛一路扩散。17、18世纪传到欧洲，间接影响启蒙运动，成为知识分子脑力激荡时提神饮料。殖民主义时代更进一步渡海传到美洲，引进奴隶种植，开启全球黑金贸易。可说人类历史几个关键节点，咖啡都嘎了一位。我们这边整面墙呢，基本上全部都是伊索比亚本地的品牌咖啡。那它里面的话，都是以粉或者是豆为主。走进伊索比亚超市，这一大片咖啡墙，立刻感受到产地大国散发的气势。虽然起源国不敌后起之秀，如今产量排全球第6，落后巴西、越南等国。但这里喝咖啡讲究朴实，基本上看不到即溶咖啡粉，更别说3合1咖啡。这些品牌80%都是从西达摩跟耶加雪菲而来的，或者是说他们就直接写个 Arabica。最具特色的话还是这边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，本地的人还是习惯做 traditional Buna， 所以大家还是会买生豆回家，然后自己去焙煮。所以生豆也是我们这边很具特色的一项超商商品。不止速食咖啡没市场，就连外来品牌都只能靠边站。我们这边最多就是 Nescafe， 这个主要还是给一些，比如说办公室啊、接客时候用的，或者是真的就是老外在这边侨居的人会买的。大家都很骄傲的认为说，咖啡起源地是伊索比亚，那我们就只用伊索比亚咖啡豆。架上咖啡豆或粉，大部分公斤装，可见对当地人来说，咖啡是像柴米油盐一样的生活必需品。走一趟咖啡馆，还可以发现，他们连咖啡品相都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。
索比亚的咖啡文化的话，还是比较传承当初意大利人来的时候占领之后遗留下的一些文化，像 espresso 啊，然后这种比较小杯的 macchiato， 都是这种 mini size 的。是在1-2年才有逐渐的要去接受所谓现在的 barista 的文化，但还没那么盛行。那如果你去一般外面跟他们点说来这边点咖啡 latte 的话，他们可能有点会问号3条线，不知道怎么去供应给客人。不爱加奶、加巧克力、加冰淇淋，取而代之的是经典原味焙煎慢煮，一小杯50毫升，1日3杯，早中晚各1杯，不求好饮提神，喝的是家人朋友聚会时的真挚情感，需细细品味。ቡና ማለት እኛ ሀገር በጣም የሚታወቅ ነው። ማለት ፋሚሊያችንም ስናድግም ቡና እየጠጣን ነው ማንም ሰው ያደገው እና አብዛኛው ኢትዮጵያዊ ቡናን ያውቃል። ቡና ለእኛ ላይክ እንደ ብራንዳችን ነው።无论世界上咖啡样貌如何多变，但在起源国，传统就是最经典香醇的风味。